他了。老公，别打脸。我不是追求霍青青淹死了吗？哪来的老婆？松野，你不是说会一直爱我吗？帮我把这个戒指捞起来，我就答应跟你在一起。松野，你不是说会一直爱我吗？帮我把这个戒指捞起来，我就答应跟你在一起。青青，我根本就不会游泳。切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。青青，他连拼命都不敢，你好意思说爱你？我，青青，我爱你！舔狗，叫得再欢，也不配喜欢我。所以，我重生了，重生到了2025年，也是我死后的第10年。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原来她才是我的老婆。老婆，地上凉，快起来！我不敢。怎么了？我又不会打你，你快起来！求求你，别打脸。老公，咱们的女儿马上就要高考了，我不想让她看见。他怎么这么害怕？我不会真打老婆吧？老婆，你能不能告诉我这1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如果不是青青不跟我在一起，轮到你，这么贵的项链就应该是青青的，你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该是青青的。原来是这样，10年来我不仅抢我老婆的东西，讨好别的女人，还动不动就打骂，我可真是个混账。这老婆又漂亮又听话，受尽欺负也对我不离不弃，不像那个霍青青，一边享受我的好，一边往我身上吐口水。10年后我真是眼瞎呀！起来，让你受委屈了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对你了。你是我老公，你怎么对我都行，但我只求你别让孩子知道。既然你相信我，我以后只会对你一个人好，绝对不会再理霍青青了。没事的，老公，只要能让你开心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真的，做什么都行。当然。You know you've go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 girls all swing. You know exactly. 你这是干什么？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你身上还有伤呢。快，穿上。对不起，老公，是我身上不干净，扰了你的兴致。妈，你没事吧？
你没事吧？念念，这是我和苏清然的女儿。10年来，她乖巧懂事，可我却从来没有在意过她。宋爷，不就是我妈为了照顾你没去给霍青青做早餐吗？你至于这么折磨她吗？就因为妻子没有及时给白月光做早餐，就惨遭虐待。10年后的宋爷，你可真不是个东西啊！念念，你怎么能这么跟爸爸说话？快道歉！我不道歉，妈。他每天这么打你，你还要替他说话吗？念念，之前都是爸爸的错，爸爸保证今后绝对不会再让霍青青作践你们。你少傻惺惺的了，宋爷，你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会信的。宋爷以前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苏清然，你死了！怎么还不去做早饭？你想饿死我和我女儿啊？霍青青，霍娇娇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不是你让霍青青和她女儿住进我们家的吗？让妈妈像佣人一样伺候他们，你现在装无辜给谁看啊？不，我是自愿的。霍小姐，你们想吃什么？我去做。之前每次念念提出不满，都会换来我的一顿毒打。竟然是怕女儿挨打，才会这么紧张。既然我决定要弥补亏欠我妻子女儿的一切，那就从这件事情开始吧。饿了就自己去做，在这使唤谁呢？二爷，你说什么呢？他居然为了我顶撞霍青青。清然是我老婆，也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你们两个外人，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对她大呼小叫？宋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敢这么对我们说话？3分钟，立刻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什么？你要把我们赶出去？宋叔叔啊，你是不是疯了呀？当初可是你跪着求我妈，说当牛做马伺候我们一辈子的，这才几天啊，就翻脸不认账了是吧？来人！把霍青青和她女儿的东西给我打包丢出去。是。宋爷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别忘了，当初可是你求着我住进来的。当初是当初，现在你们两个在我面前跟垃圾没有一样的区别。你要是再废话，我让人把你们两个也扔出去。你怎么回事？今天的宋爷怎么这么凶，像变了个人？好，好，好，宋爷，你非要跟我这么闹是吧？那你就别怪我和娇娇很生气。走，哼！霍青青，这才只是刚开始。从前亏欠我妻女，我要你们母女俩100倍偿还。老公，你清然，没事了。以后你别假惺惺的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把他们母女赶出去，只是想换个花样的折磨我和我妈。念念，你爸好歹把霍青青母女给赶了出去，咱们应该感恩。妈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都想好了，等我考上大学，你就跟他离婚，咱们永远的离开他。什么离婚？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10年积怨，岂是一朝可解？看来我必须用实际行动向我妻女证明，之前伤害他们的宋爷跟现在的根本不是同一人。周助理，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了。扔了？总裁，这些都是霍小姐的东西啊，您平时不是最宝贵的吗？以前是以前。哦，对了，霍青青在公司担任什么职位？副总啊。什么？
副总不是您亲自任命的吗？那我老婆呢？她是部门小职员啊。10年后，我的脑子被驴踢了，虐待自己的老婆，反而让绿茶吃我的、住我的、花我的钱，还在我的公司当副总。从今天开始，霍青青不再是集团副总。啊？啊什么？立刻去办。是。总裁对霍副总他女儿，不是从来有求必应吗？怎么突然间硬气起来了呢？宋野，你要干什么？谁允许你们不敲门就进来的？妈，太装！学校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，这次家长会，学校就父母双方都得参加。他要是不来，我多丢人呢！怕什么？他对咱们那是有求必应。我待会儿跟他偷偷说几句好话，他不就乖乖去给你开家长会了？那我看上那辆3000万的车，也得让他给我买，就当是赔礼道歉了。没问题，你先出去，我一会儿跟他沟通。哎呀，还生气呢？是不是最近我陪你太少了，不高兴了？你找我到底什么事？阿野，娇娇的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，学校召开家长会，由于涉及到保送，必须要父母都参加，你跟我一起去吗？家长会？念念和娇娇同岁，怎么没听说她要开家长会的事？这次家长会，念念是不是也要参加？当然，她跟娇娇同班啊。宋野不是一向不关心他闺女儿吗？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居然问起了她。如果我去参加家长会，闺女一定很高兴，也许能弥补我从来没有陪过她的遗憾。念念听话，老师说了，这次家长会特别重要，父母都要到场。那又怎么样？宋野根本不可能为了我来参加家长会。他毕竟是你爸，为了你的前途，妈去求他，万一他答应了呢？他的心里只有霍青青母女，你去求也没有用的。不，我相信他，他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要不然早上也不会把霍青青母女从家门赶出去的。老公，希望你这次别让我失望。好，这次家长会我会去。什么？妈，你听到了吗？他亲口答应要给霍娇娇开家长会，人家心里只有他的白月光和宝贝女儿，我们算什么？他早上都已经把那对母女赶出去了，我以为他变好了呢。前脚把人赶出去，后脚就在办公室里厮混。妈，你醒醒吧，那只是在我们面前演的戏罢了。这个宋野面上装着对我和娇娇冷淡，实际上还不是对我们有求必应。只要我稍微勾勾手，他就得跟狗一样滚回来。10年来，我从没给念念开过家长会，这次我必须去，当着学校所有人的面告诉她，爸爸再也不会抛弃她了。你还有事吗？娇娇这次考得这么好，你这个未来父亲是不是该有点表示呢？小样，我主动给你名分，你还不得上赶着给我们母女花钱？表示什么？他看上了一辆车，兰博基尼，他可真敢想。阿野啊，也就3000万，不贵，买嘛。3000万，买下来送给念念，就当是我这10年来对亏欠她的一点补偿吧。行，照片留下，我会买的。妈，我们走吧，别再自取其辱了。苏清然、念念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？
娇娇，你宋叔叔已经答应了，他会去给你开家长会，而且你想要的那辆跑车，他也答应给你买了。我说他前2天怎么跟犯病一样呢？原来是故意的，想在家长会上给我个惊喜呢。原来他赶他们走真的只是逢场作戏。宋毅，你为什么给了我希望，又亲手把他掐灭？妈，别理他们，我们走。妈，我早就说过了，宋野他根本就是在撒谎，你为什么还要信他？念念，他毕竟是你爸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念念，是你爸的电话。喂，老公。亲人，念念的家长会，我会去。你说什么？你要来念念的家长会？而且我还给我的宝贝女儿准备了一份成人礼。好，念念，你听见了吧？你爸不仅要跟你开家长会，还要给你准备礼物。我就说，他跟过去不一样了。说的好听，这么多年，他哪次去家长会不是为了霍娇娇？我早就习惯了。哎，念念，娇娇，这次家长会你后爸肯定会来吧？娇娇的后爸又帅又有钱，对他呀就像亲闺女，也太让人羡慕了。别瞎说，他想当我爸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可是他不是经常送你很多礼物吗？他顶多算一条舔狗，没名分的。哦，哟，这不是我们班的高冷女神吗？今天父母都要到场的，你爸呢？他还有爸呀？哼，从来没见过，不说还以为是单亲呢。有时候啊，我是真的同情你。明明你才是宋野的亲生女儿，可他却一直把我当成他亲生女儿。娇娇，念念爸爸答应我们，他会来的。当然，他会来，只不过他是为我而来的，而且啊，他还要送我一辆车当成人礼，一会儿就到了。没关系的，苏念念，反正高考结束，你就会带着妈妈彻底离开他，不难过。最新限量定制款兰博基尼，娇娇，你后爸对你也太好了吧？这可是独一份的宠爱啊！娇娇，你后爸也太有实力了。底盘、轮胎、车漆都是按我的要求定制的。这个宋爷果然最听妈妈的话。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就是他的保证，你还要信他到什么时候？不会的，他明明答应我了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。宋先生给他女儿的成人礼到了，请问哪位是宋先生的千金？还能有谁？当然是我们娇娇啊！怎么啦？请您验车查收。好的。住手！哇，这就是娇娇的后爸，好帅呀！宋叔叔，你差点迟到了，不过看在你送我车的份上，我今天就勉强原谅你了。谁说这车是给你的？你别装了，看在你送我车的份上，我会在我妈面前替你说好话的。你还是赶紧想想该怎么感谢我吧。霍娇娇，别把我给我女儿的礼物给弄脏了！你说什么？这个宋爷到底是故作高冷还是来真的呀？念念，
这是爸爸送给你的成人礼，这是给我的。喜欢吗？这是爸爸送给你的成人礼，什么？喜欢吗？这是给我的？怎么回事啊？娇娇她后爸买的车不是送给娇娇的，而是送给念念。就是啊，他不是一贯最宠娇娇的吗？宋爷，你别闹了，你这个车所有的款式和细节都是我喜欢的，还说不是送给我的。对不起啊，念念，爸爸不知道你喜欢什么颜色，你看看车，如果款式或者颜色不喜欢，我马上派人换。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宋爷，演深情对我来说没用。念念，你说什么呢？这好歹是你爸的一片心意，快拿着。够了，宋爷，你这样欲盖弥彰有意思吗？欲盖弥彰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算盘啊！上次故意跟我和妈妈发脾气，结果转头又送车又来给我开家长会。宋爷啊，同样的套路用多了可就没意思了。那你说说看，我打的什么算盘？你自己心里清楚啊！我劝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道歉，不然的话，你这辈子都永远别想娶到我妈。谁说我要娶她了？欣然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的心里只有你和念念。还装？明明就是给我的礼物，非硬说是给他闺女的。宋爷，看来不给你点实际的教训，你真当我不会生气吗？行了，宋爷，你没必要在我面前故意给霍娇娇难堪，我是不会相信你的。先生，小姐，到底谁才是这辆车的车主？麻烦尽快签收一下，我后面还有别的单子。别跟他们废话，我就是这辆车的车主，拿过来，我签。签不成，你刚才说这车是你的，那你叫他一声，他敢答应吗？宋爷，你真有意思啊！这车是死的，他怎么可能答应啊？娇娇，这车出了一个最新语音功能识别系统，只要识别车主的声音呢，就能启动签收。连这个都不知道，看来你对这辆车也没多熟悉。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娇娇，你别跟他废话，启动这辆车，告诉他谁才是这辆车真正的主人。小兰，启动。啊！怎么回事？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不是你的东西，当然不会有反应。念念，你去试试。我没兴趣参加你们这种无聊的游戏。妈，我们走。别，念念，就听爸爸的，叫一次吧。念念，相信爸爸，这车真的是给你的。小兰，我在。车真的开了，娇娇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你后爸不是一贯最宠你的吗？怎么买了一辆这么贵的车送给宋念念啊？大家都以为我才是宋爷最宝贵的掌上明珠，他现在竟然当众打我脸，不行，我不能这么丢人。宋爷，你这样羞辱我有意思吗？我说了，这车根本就不是给你的，怎么叫羞辱你？好，你今天彻底惹怒了我，等我妈过来，我饶不了你！哈！哎，娇娇，等等我们。3、2、1，怎么回事？以前我搬出我妈，宋爷就吓得连滚带爬，今天怎么这么硬气啊？行，既然给他脸不要，那就别怪我无情。等一下，我要让他颜面尽失，给我下跪道歉，让他后悔万分。怎么样，念念，这礼物喜欢吗？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？念念，你跟爸爸说什么呢？这好歹是爸爸第一次送你礼物，还不快谢谢他？念念，其实爸爸今天来，是特意来参加你的家长会。你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的家长会，每次出席也都是为了霍娇娇。你今天到底唱的是哪一出？念念，妈妈说今天学校要公布你的保送考试成绩，要求父母必须到场。爸爸这次来，是来见证你金榜题名的。金榜题名？看来他还不知道，每次我的考试成绩都会被霍娇娇顶替。这些年我明明学习成绩很好，却每次都排名垫底。说什么庆祝，其实是来看我笑话。那恐怕又让你失望了。哎，念念，
这孩子怎么了？哎，宋爷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答应送给娇娇的跑车，转头让给了别人，你怎么能让她难看呢？霍青青，是你们母女俩搞错了，我从来都没有说过跑车是给你女儿。哼，麻烦让一让，我要去陪我女儿。怎么回事？以前只有我皱皱眉，他都心疼的不行，怎么跟变了一个人似的？难道他真的对他老婆回心转意了？发卷子了！这次期末考试，亲人这么重视，一定要让我来给女儿开家长会。想必念念考得不错，说不定能保送清北大学。473分，全年级倒数第5。怎么样，高冷女神，考了多少分呀？哎呦，473分，有进步呀，比上次足足多出来3分呢。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娇娇可是年级第1，哼，你一个倒数第5的废物，也敢跟她叫嚣？老婆，念念成绩这么差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老公，我跟我妈没关系，你别怪她。念念说的对，是这10年来我对女儿疏于关心，才导致的她对学习提不起兴趣。念念，这次没考好没关系，爸爸给你请最好的家教，一定帮你把成绩补上。没用了，这次期末考试成绩啊，根据排名决定保送清北的资格，名额呢只有1个，不出意外的话，就是我们娇娇了。宋爷啊，说实话，你现在是不是特别后悔刚才得罪我了？有些人啊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我们娇娇成绩又好又漂亮，这样的女儿才长脸。宋爷，这下我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硬气得起来。不对，亲然之前跟我说过，念念成绩一直很好，还给我看过她的笔记。哼，这张卷子自己和念念的笔记完全不一样，难道这不是念念的卷子？哎呦，不说话了，哑巴啦！估计是在绞尽脑汁，想办法挽回娇娇和她妈妈吧。他想得美！刚才在校门口给我这么大的难堪，就算他现在跪地求饶，我也绝对不会原谅他。同学们，静一静。经过校委会的综合评定，获得保送资格的是霍娇娇同学。等一下，我反对。念念爸爸，你说什么？我说这次保送结果我反对。反对？你在说什么呀？霍娇娇，你根本就没有资格保送。这个宋爷，他又要搞什么幺蛾子？念念爸爸，你在质疑学校和老师的公平性吗？因为霍娇娇手里的那张卷子根本就不是她本人做的，同样，我女儿的卷子也被人调换。什么？调换了？念念爸爸，你别再狡辩了，这卷子上写的是念念的名字，不是她的，难不成是娇娇的？你干什么啊？你说的没错，这张卷子字迹就是念念的。什么？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是嫌自己的女儿成绩不好，羡慕娇娇的成绩，可你也不能这样明抢啊！赖不了别人就开始赖卷子了，就会强调客观原因，怪不得是学渣。之前我跟他说过这件事情，可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今天这样大肆宣扬，是一时间接受不了，嫌我丢人吗？够了，宋爷，
是我跟你丢人了，我承认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念念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如果这真的是你的真实成绩，爸爸一定不会多说什么。可这明摆着就是有人欺负你，这我怎么忍得住？老公，你先坐下，别让念念更难看了。金然，我没有在闹，我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事实就是你女儿学习成绩差，没资格保送清北。这2张卷子，姓名和学号明显被人涂改过，所以这2张卷子应该作废。都作废？那怎么判断谁有资格保送啊？最好的办法，重新考试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重新考试？糟糕，要是重新考试，我不是露馅了吗？宋野，我知道你一时间接受不了念念成绩差，那你也不能违反学校规定啊。规矩？我宋氏集团每年给学校捐1栋楼，我的要求就是规矩。老师，今天你如果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，我不介意打电话给校董会，让他们亲自处理这件事情。他说什么？他要为了我动用校董会？念念，你看我就说，爸爸已经改了，他心里有我们。宋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咱们不是说好捐楼是为了娇娇？现在他已经要保送了，你为什么还要闹呢？从前宋野对我的事压根不上心，今天怎么突然站出来替我说话？难道他真的回心转意了？怎么样，老师？要不要我现在就给校董会打电话？这小宋总确实给学校做过很多莫大的贡献，校长吩咐过，得罪谁可也不能得罪他呀。宋总，您别生气，我这就去安排重新考试。等一下，刚才霍青青提醒我，重新考试确实消耗人力物力，而且花费时间，难以保证效率。果然是嘴硬，这么快就后悔，心里还是放不下我跟娇娇。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，可以快速验证我女儿的成绩到底是不是真实。什么办法？这次考试最后一道压轴大题，全年级就只有1张卷子做出来，那就是霍娇娇手里的那张卷子。现在霍娇娇，你和念念一起，当着所有同学的面，把这道题再做一次，谁有资格保送，一目了然。什么？你和念念一起把这道题再做一遍，谁有资格保送，让事实说话。亏我刚才竟然还觉得他这次会向着我，我真傻。他就是想让我当众输给霍娇娇，就算霍娇娇做不出来这道题，他也会千方百计的帮她作弊。哎，这倒是个好办法。娇娇，上，用你的实力狠狠打这个废物的脸。我凭什么答应他呀？霍娇娇这么心虚，看来我的猜测没错，就是她顶替了念念成绩。够了，作妖有个限度，赶紧停止你这可笑的想法，娇娇道歉。我给她道歉，我不过是想给自己的女儿讨回一个公道，我有错吗？从前我猪油蒙了心，为了别人的孩子忽略了自己的妻子女儿，这次我一定要弥补自己的孩子。怎么回事？今天这宋爷怎么铁了心的要帮苏念念说话？我不管，什么现场解题啊，我不同意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心虚，那我直接公布，保送名额直接归念。凭什么呀？够了，宋野，你现在不仅学会了逢场作戏，还学会了阳奉阴违，别演了，这个保送名额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念念，你怎么这么想？妈，你还没看出来吗？他就是在跟霍娇娇唱双簧呢，想借着这个机会当着所有人的面再羞辱我一次。他这种把戏我早就看腻了。太好了，只要宋念念不肯，就永远没人知道真相。都是我之前总是向着霍娇娇，导致念念对我完全不信任。念念，你看着我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我向你保证，这次考试绝对公平公正，在场的所有同学都是见证，爸爸一定会站在你这边。念念，
就再相信爸爸一次，算妈妈求你了。好，我再信你一次。我准备好了。霍娇娇，你呢？娇娇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快上去啊！就是，我们都知道你才是名副其实的第一名，不过就是把做过的题再做一遍，谁怕谁啊？妈，怎么办呀？我要是上去做题，不就全暴露了吗？保送名额就没有了呀！娇娇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宋雨不敢真的为难你。你赶紧看眼卷子，能记住多少是多少啊！要不要你拿上去抄啊？不行，我绝不能被拆穿，我要上好大学。考试开始，快看，苏念念真的在写，而且速度好快。娇娇怎么不动啊？她不是年级第一吗？该死，刚才看的全忘了，这道题该怎么解呀？霍娇娇，你在干什么？他竟然防着我！娇娇好不容易得到了保送资格，我绝不能让任何人把她夺走。我把答案拍给他，这样他就能直接看了。我就知道妈妈不会不怪我，只要我看了答案，宋念念看你拿什么跟我争。我说了，考试必须公平公正。你私藏手机，是想作弊吗？宋野竟然把霍娇娇的手机给没收了，他平时不是一贯护着她的吗？他怎么变了？难不成他是真的想帮我？宋爷，你够了！你再这样，娇娇真的要生气了。以后你再怎么讨好她，她都不会再原谅你了。我什么时候要求得她的原谅？我要的是还我女儿公道。你该死！现在手机也被宋野拿走了，我该怎么帮娇娇啊？原来宋野没有骗我，他真的变了，他真的为我和念念好。时间到！天啊，娇娇一个字都没写出来。可苏念念竟然写出了完整的解题步骤，难道真的是我们误会她了？那张满分试卷真的是念念的？霍娇娇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这道压轴大题，为什么你的卷子上写满了答案，现在却一个字都不写？这张卷子到底是谁的？还不说实话吗？娇娇，怎么回事？你不会真拿念念的成绩说是自己的吧？亏我们那么信任你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竟然为了我这么质问霍娇娇，这从前可从来没有过。所以他是真的想弥补我和妈妈吗？你们胡说什么？谁代替他的成绩了？你还狡辩？这黑板上都密密麻麻写着呢，念念能答出来这道题，而你什么都不会。他能答出题目，就证明我拿了他的试卷吗？你们仔细看看这黑板上的题目，和试卷上的根本就不一样。还真是啊，念念在黑板上写的和卷子上的解题思路完全不一致。我就说吧，你们都是被他给骗了。
我从小就有家庭教师，我妈从宋野那里拿了很多钱给我补习，我就不信我都解不出来的题，她苏念念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真能解出来？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不管我女儿用了什么方法，她解出了这道大题，就足以说明她的成绩是被人顶替的。没错，苏念念同学用的是方程解析。什么方程解析啊？老师，什么是方程解析啊？连这个都不知道，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有资格保送？方程解析是大学高数才会学到的解题方法，念念这么快就学会了。宋野，你现在不仅嚣张，还学会吹牛了是吧？苏念念她只是一个高中生，她怎么可能会用大学的高数方法解题啊？你当然不会，但不代表我女儿不会。方程解析不是常规的解题手段，这道题苏念念同学的答题过程是否正确，我需要请清北大学的王教授来判断。清北大学的王教授谁呀？他是这次压轴大题的出题人，也是这次保送的负责人。王教授是清北数一数二的王教授，这个货交交等他来，看他还怎么狡辩。一个高中生竟然用大学才有的方程解析，并且并列出了这么多的解题方式，这是个天才呀！而且他的解题理念比标准答案还要完整。什么？这么清晰的解题思路是哪位同学写出来的？快，我要见他！王教授，是我女儿念念答出来的。念念同学果然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呀！我代表清北大学正式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少年班，奖学金任你开。清北大学的少年班，那里面可都是百年一遇的奇才，王教授亲自邀请，念念这是要一步登天呀！连教授都认可了，说明他是真的有实力。看来是我们冤枉他了，念念才是真的学霸。太好了，我终于凭自己的能力替女儿讨回了公道。妈，她被保送清北了，我怎么办呀？我也要上清北大学。宋野，你没听见娇娇提出要求了吗？你还不赶紧满足她？你女儿的心愿，我为什么要满足啊？我满足她，我女儿怎么办？念念的成绩这么好，就算正常高考也能考个好大学呀。可我们娇娇不一样啊，这个保送名额对她来说很重要，让念念大度一点。让给娇娇嘛？你的意思是，就因为霍娇娇想要这个保送名额，就要牺牲我女儿的利益来成全她？又是这种进退的把戏。霍青青，你以为我还会上你母女的当？宋野，念念画得好，以后机会多的是。我们娇娇喜欢这幅画，你就让念念让给她嘛。谢谢宋叔叔啊。念念，听话，让给娇娇。从前是我眼瞎，牺牲女儿的利益，讨好霍娇娇。霍娇娇，你给我听好了，从今以后，我女儿的东西，谁也别想抢。王教授，我希望学校能给我女儿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当然，这样的人才我们不会错过。作弊的人也必须严惩。那就好。好孩子，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！欢迎加入清北大学。谢谢你，王教授，但是请允许我拒绝您的邀请。清北大学，我不去了。为什么？
念念，你为什么不去啊？同学，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上清北都没机会呀？王教授，我知道清北大学是所有高考学子的梦想，可是他的学费也同样昂贵，我妈妈没钱，这么昂贵的学校，我去不起。念念，你说什么胡话呢？你好不容易保送到这么好的大学，必须得去。妈，可是摆在你我面前的就是现实问题啊。我们是没钱，但是你爸他有。他才不会给我呢，从小到大他都没有给我花过1分零花钱，就算他今天嘴上帮了我，可真要他出钱资助我上大学，我才不信他会这么大方。之前是我昏了头，家里的钱从没给过他们母女花过1分，竟然靠打零工把念念带大。明明是总裁千金和总裁夫人，日子却过得连一般家庭都不如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可以向校方申请减免你的学费。不，王教授，我女儿的学费我全包。另外，我还要向学校捐几栋楼，就以我女儿念念的名字命名吧。宋爷，你闹够了没有？怎么了？你让他抢走了我的保送名额，你现在还要花几百万为他捐楼？我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是这种人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。宋爷，你这次真的惹恼我了，就算你跪在地上向我求原谅，我也不会原谅你的。求你原谅？霍青青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欺负我女儿的账，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。周助理，马上去落实为清北大学捐楼的事。我不希望我女儿到了新学校之后，还会出现被欺负的事。清然，念念，我们回家。宋爷，你别后悔！妈，现在怎么办呀？宋爷他抢走了我的保送名额，要让我当众下不来台，太卑鄙了！急什么？他就是想激怒我们，引起我们的注意。狗不听话就得好好的教训他，不出3天，哼，他就会摇着尾巴回来求我们原谅。总裁说要以他女儿的名字来捐楼，说的应该是娇娇小姐吧？毕竟她追了霍副总10年，早就把娇娇当成亲生女儿了。哎，霍总，恭喜啊！怎么了？总裁要以娇娇小姐的名义给清北大学捐楼，连录取通知书都弄好了。清北大学？录取人霍娇娇？哎呀，我们这些跟在总裁身边这些老人，谁还不知道？虽然娇娇不是他亲生的，可他毕竟养了他10年，在他心里，娇娇才是亲生女儿呢。宋爷，还以为你有多硬气呢，还没坚持2个小时，就摇着尾巴求原谅了。算他有心。我跟在总裁身边这么多年，除了您，还没见过他对谁这么上心呢。宋爷，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你竟然花心思演了这么一出戏。不过这次让我和娇娇在外人面前那么没脸，我可没那么容易原谅你。这件事情，宋总夫人知道了吗？啊，夫人，就是苏清然。嗨，谁不知道您才是未来正经的宋总夫人？他苏欣然算什么？早晚都得给您腾位置。说得对，他要走也得走个明白。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。到了学校要照顾好自己，按时吃饭。妈，
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这么期待开学。这都多亏了你爸。虽然他确实变了很多，可是我还是害怕他会像以前那样。我觉得他已经改好了。你看，你爸不仅来给你开了家长会，还给你送了那么贵的车当成人礼，而且他还把霍娇娇霸着你的保送名额给抢了回来。你说，如果他心里没有我们这个家，那他做这些图什么？好吧，他确实变了很多，我会试着慢慢相信他的。苏清然，霍青青、娇娇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我们当然是来给你们报喜的呀。清北大学录取通知书啊，你不是做梦都想要吗？被录取人霍娇娇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宋野在学校听你们说话，只不过是逢场作戏而已。在他心里啊，只有我和我妈才是最重要的。娇娇，你怎么落井下石呢？念念和他妈妈还准备庆祝他被保送了清北大学呢。这样的话，他们还怎么庆祝呀？出去，这里是我家，不欢迎你们。你家？你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，宋念念，你是不是忘了过去在这个家里是怎么被我欺负的啦？给我！这是我爸爸给我的，你快还给我！什么？你爸爸给你的？我看上了，就是我的。霍娇娇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对你的惩罚。正好学校要做手工艺品，我打算做一顶假发。你头发好，就你的了。这下我看你还怎么戴发卡。住手！不就一个发卡吗？娇娇比你小，你让了她怎么了？是他抢我发卡，是他剪我头发。你早把发卡给她不就没事了吗？她剪你头发，那是你活该。宋念念，你醒醒吧！从小到大，只要是我看上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在宋野眼里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宋念念，你干什么？骗子！宋野，你个骗子！念念，不会的，你爸他不会骗我们的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问清楚。没用的嘛，在他心里面最重要的根本就不是我们，不管你问多少遍，结果都一样。宋野，从今往后，你再也得不到我和妈妈的信任了。怎么样？这都是我亲手做的。宋总，这整个酒店都是您的，您给小姐安排升学宴，想吃什么点不就完了吗？干嘛非要亲自自己做呀？你懂什么？这个就叫做诚意。10年来，我整片心思都花在霍青青母女身上，从没关心过自己的亲人。这次，我要用我的一切弥补对他们的亏欠。哎呦，苏清然，现在该死心了吧？哎，你说说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小丑啊？这么多年，宋野都在骗你，你这脑子真是一点记性不长啊！没关系的妈，我们走，我们换个地方重新生活。你这傻孩子，
说什么胡话呢？就算没有保送，你还得上大学呢。这大学我不上了，我找个工作养活我和你。10年了，我怎地也以为我们能焐热宋野的心，可是我们都忘了，宋野他根本就没有心。要走就赶紧走。周助理说了，宋野在君悦酒店为我准备了升学宴，我可没工夫在这儿跟你耗着。我娇娇，这个录取通知书是你欠我的，我迟早要让你百倍奉还。念念，妈，这下宋野可算是被我们母女彻底掌握了。走吧，去君悦酒店看看，他宋野给你升学宴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？未接来电，我老婆怎么给我打了这么多电话？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怎么回事？关机了？我老婆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这是怎么了？我老婆不会真出什么事了吧？宋总，我记得娇娇小姐好像最讨厌吃土豆丝和酱排骨，您做这一桌都是她不爱吃的，她肯定生气呀。谁说我要请她？她爱吃什么关我屁事？那您安排这升学宴难道不是给娇娇小姐安排的？我的女儿只有念念一个。可周助理说，捐楼的文件和录取通知书上写的都是娇娇小姐的名字。蠢货，谁允许她自作主张的？我老婆孩子呢？好了吧，出大事了。宋总，霍副总带着他的女儿去家里闹开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赶走了太太和念念小姐。竟然，念念，他们肯定误会了，以为我又骗了他们，把保送名额给了娇娇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备车追啊！是。竟然，念念，你们再相信我一次，我一定跟你们解释清楚一切。等一下！竟然，念念，你们听我解释。解释？宋野，你还想怎么骗我们？你的心里只有霍青青和他的女儿，你还来找我们干什么？不是的，是周助理搞错了。我跟他说了，捐楼受益人是你的名字，清北录取通知书也是你的名字。又是别人的错。宋野，你撒谎都不会换个理由吗？老公，娇娇拿着录取通知书闹到家里去了。为了你，我什么都可以忍，但你为什么要伤害念念？什么？宋野，你要是还在意情分的话，就放过我和我妈吧。不！竟然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和念念，可是我也答应过，余生我一定好好弥补你们，你都忘了吗？你的弥补还是留给其他人吧。竟然，念念，最后一次，这一次我一定给你们个交代。周凯，我让你以我女儿的名字给清北大学捐楼，你写了谁的名字？
难道不是娇娇小姐的吗？我女儿只有念念一个人，什么时候变成了我娇娇了？妈，你看到了吗？这公司所有人都知道，谁才是宋野的老婆和孩子。总裁，是不是苏清然找您闹了？不是我说，他苏清然论相貌、论才学，哪样比得过霍副总？你怕他干什么？苏清然是我老婆，你只是个普通员工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对她说三道四？总裁，你就别嘴硬了。这些年谁不知道你心里惦记霍副总？这也没外人，您就别装了。你在教我做事！你被开除了，现在立刻收拾东西滚蛋！怎么回事？总裁平时对霍副总不是言听计从吗？今天怎么提一句就急了？欣然、念念，你们看，这都是周凯搞出来的误会。这次我会亲自联系娟楼和保送的事情，绝对不会再出岔子。念念，你爸都已经惩罚周助理了，而且也答应把保送名额还给你，要不咱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。宋野，我不可能再上你的当了。念念，我知道你还不相信我，但是我早在君悦酒店给你办好了升学宴，我还亲自做了你最爱吃的菜，希望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念念，你看爸爸都已经这么诚恳了，咱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不可能，妈，我不可能再相信他了。念念，欣然，哇，青青，这君悦酒店可是整个云城最奢侈、最豪华的酒店，宋野居然在这儿给娇娇办升学宴，看来为了讨你们母女欢心，可是下了不少功夫呀。这算什么呀？宋野想追我们青青，那就是让他上天摘月亮都行。之前青青戒指掉水里让他捞，他二话不说就跳进去了。这说起来好歹也是个总裁，怎么这么卑微啊？什么总裁啊？这宋氏集团呀，有一大半业绩都是我们青青的。可宋野不是老板吗？这事大家都知道啊。他那个老板空有名号，他一个臭舔狗有什么本事？要不是我们青青支持，他一个人能扯起这么大的产业？要我说呀，这宋野就是配不上青青。我们家青青有颜有钱又聪明，他宋野只不过是男人逆袭，靠着运气挣了点小钱，有什么资格好嘚瑟的？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说这么半天，今天升学宴宋野怎么没来啊？没关系，他那个人，就算你不叫他，他也屁颠屁颠的跟过来，不用理他。宋野，你想用升学宴哄我和娇娇，远远不够。我要好好教训你，让你知道你最近我借你。哎呀，别傻站着了，入座吧。没事的，老公，念念还小，只要你对她好，她肯定会转变对你的看法的。那我呢？我当然是无条件的追随你啊，在我心里压根就没有在乎过你有没有钱，当初选择嫁给你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了，就没打算享福。婚后你那么对我，我也不是不伤心，可是我是真的喜欢。如果你不抽烟不赌博不家暴，哪怕你只是个普通扫大街的，不是集团总裁，我苏清然也会无怨无悔的追随你，只要你肯回头看我一眼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清然，贤惠温柔又体贴，我真是三生有幸娶到这么好的老婆。10年后的我怎么就眼瞎了呢？这么好的老婆不要，非吊死在那个霍青青，那就吃我的用我的，给我甩脸子的绿茶身上。老婆，对不起，之前是我眼瞎，竟然那样对你。
没事的，老公，我说过了，你是我老公，你怎样对我都行。干什么呢？那个，念念，我是真的给你准备了升学宴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说了，我不去。哼，老公，你先去升学宴吧，我去劝劝念念，一定让她去。老婆，那辛苦你了。来，各位，今天是我女儿娇娇的升学宴，大家敞开了吃，往贵了点啊！不愧是宋氏集团旗下的君悦酒店，这一瓶酒都上万了。青青，你出手也太大方了吧？那是，谁不知道娇娇可是她妈妈的心头宝贝？这次保送清北大学，真是给全家人长脸。唉，可惜了，这宋爷只不过是有点钱，论样貌，论能力，他哪样配得上我们青青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宋野，你怎么来了？谁允许你们私自进入这个包厢的？赶紧给我出去！宋野，这是娇娇的升学宴，不是你随便撒野的地方。你说这个包厢准备的是他霍娇娇的升学宴？宋野，这么多宾客看着呢，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！快别闹了。宋野，你之前在学校让我们难堪，我们都没和你计较。现在你又来搅和我的升学宴，我可真的生气了。看来在学校的时候你们没有长记性。我说的很清楚，保送清北的是我女儿，是谁给你们的胆子，敢冒充我女儿在这里办升学宴？行了，我知道你想当我爸，你别装了，整天搞着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有意思吗？好了，宋野，你今天消停点。你之前不是对我追求吗？我可以给你一个追求我的机会。宋野，你知道青青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吗？就是因为你的臭脾气。你要是不改，他永远不可能喜欢你。我有老婆有孩子，我管他喜不喜欢。你们这群，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！你现在硬气了，一日舔狗，终身下贱。我们青青啊，可是永远都舔不到的女神，癞蛤蟆还想吃天鹅肉。我看是他最近对你太好了，让你忘了身份和规矩。住手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苏清然、宋念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宋野，你明明知道娇娇最讨厌你女儿，你怎么把她带来娇娇的升学宴了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宋野，这就是你给我办的升学宴，把霍娇娇和她妈都喊过来了，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。什么？你的升学宴？宋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难道不是你为我准备的升学宴吗？我想我说的很清楚了，这个升学宴从来不是给你霍娇娇准备的。够了，宋野，别在这演双簧了，没劲！念念，你别走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虽然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但是我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。霍青青，你非要给你女儿办升学宴，她考上什么大学了？要你这么大张旗鼓的给她办？宋野，你是不是跟我玩春季变脸呢？之前你找人给我女儿申办的清北保送，你忘了？啊，清北大学，那可是全天下学子的梦想啊！娇娇也太优秀了吧！娇娇，你可真厉害，真能给你妈长脸。看来你们在学校真是不长记性。考上清北大学的是我女儿念念，
不是他霍娇娇。青青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？不是说保送的是娇娇吗？怎么成宋野的女儿了？今天怎么回事？先是在学校当众让我下不来台，事后却让周助理来给我们道歉，现在又故技重施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宋野，你这么出尔反尔，能信吗？我告诉你，同样的招数用多了就没劲了。行，看在娇娇的面子上，之前学校的事儿我可以不怪你，别闹了啊！之前在学校，是你和你女儿咎由自取，跟我和我的家人没有半点关系。你们这群人，现在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宋野，你够了！不管今天是谁的升学宴，现在宾客都在看着呢，别让我下不来台。哎，行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对苏清然跟念念态度不好？这样吧，你要是不喜欢，我以后不欺负他们了，行了吧？霍青青，原来你也会让步，原来你这么在意自己的面子。要是让你身边的人知道你女儿的保送名额是偷别人，那真是比杀了你还难受。既然如此，一定要成全你。既然你铁了心要在这里办升学宴，我非要把你们赶出去，大家脸上都不好看。这样，你们就在这里暂停，多点贵。嘴上说的厉害，最后还不是乖乖帮我过升学宴？你注定这辈子就是我的舔狗。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还是那个只爱我的宋野。来，各位，咱们继续吃。老公，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让他们都坐过去了？演够了吗，宋野？你把我和我妈框在这儿耍，还有意思吗？老公，我以为你来真的是来帮念念的，没想到你现在怎么还这样？清然、念念，你们先别急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我可没工夫跟你们在这儿看戏。妈，我们走。念念，最后一次，相信我，如果我不能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，你以后就再也不用相信我了，可以吗？最后一次，念念，求你了。念念，再给爸爸一次机会吧。最后一次，宋野，你要是再耍我，就永远也得不到我的原谅了。放心吧。哎，这个不错啊。行，还有这想吃什么随便点。看来是吸金一场。哎呀，行了，别傻站着了，一起过来吃点。就是啊，我妈妈今天菜点多了，我们也吃不完，剩下的就赏给你们喽。我可不敢吃，要是吃成你跟你妈这样，我怕得病。你要说这宋野也真够搞笑了，来参加白月光女儿的升学宴，还带着老婆孩子，这算什么事？那女儿看着也没有娇娇会来事儿，真是什么样的父母就养什么样的小孩，一家人上不了台面的废物。宋野，你还傻站着干什么呀？我们青青说了，准许你吃我们剩下的剩菜，你还不赶紧谢谢他？饭我就不吃了。不过霍青青，你非要在这里给你女儿办升学宴，那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份贺礼。什么贺礼啊？哼。霍小姐，一共56万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先分？宋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你自己非要给你女儿办升学宴，那今天这顿饭钱你得自己结。我没听错吧？消费账单，这算什么礼物？宋野，你现在长本事了是吧？你敢拿钱威胁我们？青青可是集团副总，难道他连一顿饭也付不了？真是可笑。霍副总，要不要告诉大家，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？不能让大家知道，钱都是宋野给的，不然我独立女性的人设就毁了。这大喜的日子，你说这个干什么呀？阿野，这钱要是能花出去，是谁的还重要吗？就是，宋野，我知道你很有钱，但是你想拿钱勾引我妈跟你好，做梦！
我妈她才不是那样的人呢。霍小姐，一共56万，请问您是刷卡还是签单？才56万啊！你们的战斗力不行啊！我今天本来预算是100万的，怎么才这么一点儿？娇娇，我们都保的不能再保了，差不多就行了啊。好吧，好吧，妈，赶紧去买单吧，快去啊！刷卡。霍小姐，您还有别的卡吗？怎么了？这卡里有100万，不够刷吗？不好意思，您的卡已经被冻结了，里面1毛钱都刷不出来。什么？冻结了？你是不是忘了这张卡是谁名下的？霍青青，我觉得有必要向大家展示你的真面目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大家知道我这个副总空有虚名。我的钱都是宋野给我的，我就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哎，宋野，你到底要干什么呀？你把我卡冻结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这张卡是我给你的，我冻结我自己的卡，我还需要给你汇报？行，你先把账结了。今天这事儿我救不救，你别让我下不来台。你以为你是谁？还要我给你结款？你真当我傻？那你把卡给我解了，这单我自己买。霍晶晶，你最好清楚自己的身份，现在是你有求于我，懂吗？好，那你要怎样才敢把单买了？这升学宴你非要办，人也是你叫来的，不如你就让在场的各位给你 AA 啊？什么？每人出个几万块钱，凑一凑，这钱总能凑齐吧？什么 AA？ 宋野，你怎么说出这种糊涂话呀？天啊，请别人吃饭还让别人 AA， 这也太丢人了。青青肯定不会让我们 A 钱的，这传出去他还怎么混啊？青青，你赶紧告诉他，不可能，让他带着他的人滚出去。宋野，你够了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说，你到底要怎么样才敢把单买了？求人要有求人的态度。现在给我老婆和我女儿道歉，求得他们原谅，这账我就给你结了。宋野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够了你！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办你的升学宴，这钱自己想办法。升学快乐，我们走吧。宋野，你站住！盯着他们，把账结了，1分都不能少。放心吧，老板，我有9种办法让他们乖乖把钱结，9种。青青，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？这账青青真的结不了，难不成他真没钱了？是啊，青青，你不是说这宋氏集团的产业一半都是你挣来的吗？这怎么感觉钱都是人家宋野的？平时她总是说自己是个独立女性，这么看来，不就是个靠男人的捞女吗？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会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靠宋野养着吧？这么做就是要让我丢脸，你要让所有人知道，面上你是我的舔狗，可实际上我的钱、我的地位都是你给我的。这次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那个，我是宋氏集团的副总，君越是宋氏旗下的吧？我来自己家吃饭还要付钱啊！老板临走时说得很清楚，谁消费谁买单。你如果不服，找老板说去。哎呀，帮帮忙，你帮我度过这一关。等我回公司，我一定给你升职加薪。办法嘛，倒是有一个。什么？你说？AA 了，刚才老板说得很清楚嘛。行，给我等着。那个，要不大家给我凑一凑啊？霍副总，你还真让我们掏钱啊？放心吧，我算我借你们的，等卡一解冻，我一定还给大家。我的天啊，真没想到堂堂宋氏集团总裁，
借钱请人吃饭，吃饭还让客人 AA，什么东西啊？霍副总，我的钱放这儿了，以后吃饭别再叫我，我可丢不起这人。青青，这些钱本来是我留着做医美用的，现在一顿饭就花完了。还差10万，霍副总，您怎么付？小丽，你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我这还差10万块钱，你帮我垫一下，我一会儿就还给你。霍青青，你什么意思呀？我拿你当闺蜜，你拿我当冤大头啊！小丽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正因为你是我好闺蜜，我现在遇到困难才更应该帮我呀。你以后还是别再跟我做闺蜜了，有事好朋友，没事不联系。你以后别再联系我了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请人吃饭 AA 的，没钱你装什么装啊？从小到大，我从没受过这种屈辱。宋爷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以后加倍奉还。成了，一共56万，您结清了。这是您的账单。祝您女儿升学快乐。妈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把宋野拿捏的死死的吗？为什么你甚至付不起饭钱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人？今天之后我都没脸出去见人了。我是你妈，你怎么敢这么说话？今天这事儿能全赖我吗？我平时怎么跟你说的？让你低调点，哄着点他。而你呢？啊，当着苏清然和念念的面上蹬鼻子上脸。现在好了，他生气了，摇钱树没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你不是也一样吗？今天宋野过来，你看你对他出言不逊的。他要是生气，那也是因为你。从前他再怎么生气都不会这样的，他怎么会这么护着苏清然？他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不行，我绝对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。宋野，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。妈，以前宋野再怎么生气，都舍不得我们母女受一点委屈。今天他不但停了你的卡，还让苏清然和念念他们两个这样对待我们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他不会真的爱上苏清然了吧？不行，他舔了我那么多年，现在说走就走，哼！只有我不要他，没有他宋野不要我的份儿。宋野，你以为拿个苏清然来气我，我就会上你的当，给你好脸色？你做梦！我要你为你的任性妄为付出代价。妈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毕竟是宋氏集团的副总，在宋氏这么多年，也不是一点人脉没有。他宋也敢惹我，我叫他公司发生一点小小的危机，我看他怎么办。妈，这样子会不会让宋野更加记恨你啊？他敢！他老婆苏清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职员，而我是公司的副总。真要遇到公司层面的事情，一个小小的职员，就算翻了天，也解决不了。饭来了，吃饭了。清然长得是真漂亮，人也贤惠。念念虽然心里对我有隔阂，可若不是我从前亏待，她还是个懂事听话的孩子，不像霍青青好大女儿，刁蛮任性又爱惹祸。我从前真的是眼瞎了，放着这么好的老婆孩子不要，偏偏盯着别人。老公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以前特别对不起你。老公，你怎么又突然想这些？我以前真的太混蛋了，我居然对你大打出手。我保证，我以后再也不会了。老公，我相信你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现在都这么不逼人了吗？
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现在都这么不避人了吗？哼！唉，有时候孩子总在家里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哦，对了，念念马上要上清北大学了，我在那附近买了套别墅，就在学校附近。你晚上放学就去那里住，别去宿舍了，跟人挤着不方便。别墅，老公，清北大学附近的别墅肯定得几百万吧？几百万，连个厕所都买不起。我买的那套，全款下来应该有个5000万吧。5000万，老公，这我们可负担不起啊！你说什么呢？这就零花钱。什么零花钱呀？从前的我不仅没有给过他们母女花过1分钱，甚至还拿着他们的钱去讨好霍青青。他们之所以这么紧张，全都是因为我的偏心。清然、念念，你们放心，房子是在念念名下，你们放心住。老公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房子实在太贵了，我和念念又用不到，挣钱不容易，我们不能乱花。老婆，这不是钱的问题，我女儿去上学，面子可不能少。我知道你有钱，可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不图这些，只要你对我跟念念好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其他的不用强求。老婆，自我们结婚以来，我都没有给过你彩礼，是你不图名不图利，任劳任怨跟我在一起。我对不起你，现在我醒悟了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是我最爱的女人，你的选择没有错。哦，对了，除了给念念买了套房子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这什么呀？打开看看。天哪，是爱马仕！爸，这又得花多少钱啊？老公，我怎么配用这么好的东西？你还是赶紧给他退回去吧。清然，只要你喜欢，多少钱都没关系，拿着。老公，念念还得上大学呢。我知道你有钱，但是我们不能乱花。他这是心疼我不容易，不像那个霍青青，每次我给他们花钱都嫌不够。原来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对你好，真的很明显。清然，其实这没多少钱，这就是个假的，高仿赝品，我觉得挺好看，然后也挺适合你的，所以我就买来了。赝品？对啊，所以没多少钱，你就放心背，脏了坏了，我再给你买新的。只能先用这个方法让清然接受了，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给他慢慢解释。老公，这是你第一次送我礼物，我可得好好收着。你们先吃，我把这收起来。宋爷，你可真行啊！怎么了？宋爷，你可真行啊！怎么了？你口口声声说爱我妈，以后要对她好，弥补她，转头就送她个假包。你笑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虽然我马上要去上大学了，可是你要是再欺负她，让我知道，我明天马上让她跟你离婚。哎呀，我的傻姑娘呀！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这么说，你妈妈能心甘情愿的收下这个包吗？所以，那个包是真的？那是当然，我可是堂堂宋氏集团的总裁，送媳妇儿假包，你让我脸往哪搁？只要你不再像以前那样欺负她，我就放心了。念念，我知道以前是我对不起你和你妈，但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么对你们了。当然，霍青青欺负我老婆女儿那么多年，这笔账接下来我要再跟她慢慢算。哦，对了，假包的事你先替我保密，我找个合适的机会再跟你妈妈解释。好，那拉钩。100年不许变。哦，我女儿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兜里没有零花钱，可不行。什么？
3000万，零花钱不够了，再跟我要。他现在真的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，竟然对我这么大方。小张，这个项目记得盯紧点，对我们都很重要。好的，欣然姐。哎，苏静然，这是你新买的包啊？你什么时候买得起这么贵的包了？啊？什么包？你说什么？别装了，这可是爱马仕的最新款，价格至少得在50万往上吧？啊，欣然姐，你怎么突然这么有钱了？哎，你别说，还真挺好看的。喂，静静，苏静然今天背了一个跟你一样的包。什么？欣然姐，这肯定是宋总给你买的吧？你跟他关系不错啊。这包啊，这包是高仿的，估计就几百块钱，不值钱的。哦，原来是假的呀。肯定是宋爷给他买的。这个宋爷竟然送他这么贵的东西。你别急，他说这包是假的。要我说啊，这宋爷也没多喜欢他，要不然怎么会连个真包都不舍得给他买？苏静然在他心里啊，还是没法跟你比的。苏静然，这么早就要下班啊？莎莎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什么，我就是觉得，就算你是总裁夫人，也不能搞特殊吧？大家都没下班呢，怎么就你自己一个人要走啊？莎莎，欣然姐的工作已经做完了呀。那也不行，平时说的怪好听，什么与公司同进共退，那分钱的时候，钱不都进老板自己一个人兜里了？行了，大家赶紧回去工作吧。哼，苏静然，你说你好歹也是总裁夫人，这背个假包，也太寒酸了吧？出门也不怕丢人啊！这是宋爷第一次送我的礼物，我才不在乎是真是假，毕竟是别人送的，我觉得心意最重要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我真是羡慕你这种心态哈，都被老公骗到头上来了，居然还能忍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怎么？我说错了？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宋总是霍副总的大舔狗，而你是他的小舔狗。好了，欣然姐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了。哼，不对啊，欣然姐，你这包是真的呀？什么？真的？你看这花纹和钢标，都是专柜特供才有的。小张，你又不是专业的鉴定仪器，看你那样还能鉴定包的真假？真的真的，我表姐就在奢侈品店工作，她给我看过很多包的样图，都和这个一模一样。怎么可能？宋总怎么可能送他真包？这包一眼假，瞅着皮子就是地摊货，最多50。欣然姐，宋总有没有跟你说他在哪儿买的？有没有鉴定？我不知道啊，我从来都不了解这些奢侈品什么的，所以我都不知道。他买给我了，我就收下了。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？他是怕你收下有负担，所以故意跟你说是假的，为了能够让你背出来。啊，这不太可能吧？不过最近宋野的态度确实奇怪。小张，你是不是做梦呢吧？谁不知道宋总心里最在意的就是霍副总呀？他这个总裁夫人不过是名存实亡罢了。莎莎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怎么？我说错了？要不然你怎么解释霍青青年纪轻轻就已经是集团副总，而他苏清然半老徐娘又是总裁夫人，为什么还窝在我们这个小部门当一个最普通的员工呢？好了，与其每天盯在别人身上，不如把心思用在工作上。怂了是不？不会是被我说中痛处不敢面对吧？莎莎，欣然姐都不想说了，你闭嘴吧。哎呀，总裁夫人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剪你短的哈，我只是怕你被蒙在鼓里，还得意洋洋的呢。不过你也是够虚荣的哈，这明明老公都骗到头上来了，居然还能上赶着当他的舔狗呢。莎莎，这是我的个人私事，跟你没关系。这是我的个人私事，跟你没关系。还有，你这个月业绩部门垫底，要是下个月绩效考评再不过，我会按规定汇报给部门主管，到时候你的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两说了。苏清然，
就算你被我说急了眼，也不能拿工作来报复我吧？我说的是事实，更何况你的工作态度，大家有目共睹，难道这也是我能报复得了的？不就是老公给买个假包吗？你嘚瑟啥呀？还真以为他回心转意爱上你了？我告诉你，不管他给你买了什么，都不可能改变宋总心里永远最爱的是霍青青。闹什么？霍副总，您可算来了！你看苏清然背了个假包，还在那耀武扬威的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呀！宋爷竟然真的送了苏清然这么贵的包！上班期间大吵大闹，你们就不怕老板发现扣你们工资？霍副总，我是向着您说话的呀，您怎么还反过来说我？苏清然，你表面上是宋总夫人，可在公司一体，也要遵守公司的规定，不是？你说的对，我们马上投入工作。好，那既然说到工作，那我不得不说一下，以你这个身份，背这样的包，是不是不太合适啊？啊，要是被客户看到，还觉得我们公司的员工有那么一点华而不实。霍副总，清然姐这是真包，背出去肯定是给我们公司长脸的。真包？莎莎不是说是假的吗？这个包专柜价少说也得50万以上，而且全球限量，以苏清然的经济实力，根本不可能买得起。行了，你别卖弄了，就算你想替他挽回脸面，也别嘴硬了。这东西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你说的对，既然你们都不信，那咱们现场鉴定一下吧。现场鉴定？还是算了吧，这东西真假也无所谓，也不值几个钱。哎，别，鉴定就鉴定，既然有些人非要打肿脸充胖子，不鉴定一下怎么能？没必要，算了吧。霍副总，您觉得呢？莎莎说苏清然的包是假的，如果她当众被拆穿，这脸可就丢大了。刚好可以趁这个机会向全公司宣布，宋野对苏清然就是态度敷衍，他心里最在意的还是我。也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觉得还是鉴定一下比较好，这样以后也省了不少麻烦。霍副总都发话了，真假马上就知道了，到时候就让事实来证明，堂堂总裁夫人竟然背个假包，到时候脸可就丢大喽。好啊，就让事实说话，开始鉴定吧。怎么鉴？我表姐就在奢侈品店工作，是真是假她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当然，为了防止某些人质疑她的专业，咱们就把包的图片、材质都放到官网上，让官网鉴定来说话。好啊，毕竟是宋野的公司，背大几万的包招摇也确实不太好。要是真像他们说的那么贵，我还是赶紧退了吧。怎么样？爱马仕刚推出的限量版新产品，主假包换。哦，小赵，这包得多少钱啊？按市价的话，起码要50万。什么？这竟然是真的？宋野怎么可能真的给他买这么贵的包？按市价的话，起码要50万。多少？50万？这包竟然是真的！宋野突然对苏清然这么好，他不会真的爱上他了吧？清然姐，之前公司有人传言宋总跟你关系很差，他不仅对你不好，还要家暴你，这都不知道是谁传的。要是让我揪出来源头，看我不撕了他的嘴！哎，没关系了，这些我都没往心里去，不用在意。不可能，宋总怎么可能舍得给他买真包啊？霍副总，您说句话呀！说什么？您不是有一个跟他一样的同款包吗？那您这个真的打他的脸。啊，霍副总，莎莎不说我都没看到，你也有个同款啊？这样我也给您看看，看你这包是真是假。小赵，你干什么？小赵，你干什么？霍副总，我帮你辨别一下真伪啊。清然姐这款包限量版，全球也没几只，你跟清然姐撞包了，那万一背到了假货，多尴尬呀！天啊，霍副总，你这包真是赝品，是 A 货！怎么可能啊？我们霍副总好歹也是副总，他怎么可能背假包啊？同样的鉴定机构，官方认证没法抵赖。喏，人家写的清清楚楚，
这包是高仿，这只连高仿都算不上。一个两个的都没完没了了是吧？今天晚上都给我留下来，全体加班！啊！早看不惯他那副样子，自己没本事，转什么转？啊！千然姐，你去哪儿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怎么了？宋野，你为什么骗我？什么骗你啊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说，这包到底多少钱？几百块啊，怎么了？你还骗我！刚才部门同事都已经鉴定过了，说这包是爱马仕的最新款，至少要50多万呢。我工作辛辛苦苦一年也挣不了这么多钱啊！我不管，反正你赶紧把它退了。哎呀，老婆啊，你跟我这么多年都没有过过什么好日子，你那个地摊货都快背烂了，我就想给你换点好的。可这也太贵了，念念还得上大学呢，她还需要生活费。念念的零花钱我都已经打点好了，你不用操心。你给她了？给她多少？不多，3000万。多少？3000万。老公，我知道你有钱，可是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吧？那是你辛辛苦苦挣来的，我们不能这么浪费。这只是刚开始，以后还有很多惊喜。我要把以前亏欠你的全都补回来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算了，你的事我管不着，也没资格管。你别这么想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，那我的钱是不是就是你的钱？哦，对了，你刚才说你一年都挣不了50万。你工资怎么这么低啊？我只是公司底层的一个普通员工，工资就跟正常人一样，我上哪挣那么多钱啊？都怪我，以前眼里只有霍青青，就让自己的老婆在自己的公司当底层牛马吃苦。你是我老婆，公司不能只有一个总裁，副总的位置理应是你的。什么？你让我当副总？老公，公司人事任命得看能力，不能看关系，这样咱们公司才能更长久发展。你以为这些我没有考虑过吗？我了解过你的履历和能力，也看过你做的项目，你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。只是以前我被猪油蒙了心，一直都没有在意过你。但是现在我醒悟了，我觉得你的能力必须被所有人看见。老公，你真的变了很多，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跟我说这样的话。我以后每天都会这么跟你说话，你习惯一下就好了。可是总裁位置只有一个，贸然调动的话必须要罢免一个。那什么，公司现在的管理层没有能力却身居高位的大有人在，比如那个霍青青，上任以来没有任何个人成绩，所有的成绩都是靠手下的人给他脸上贴金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我早就想罢免了。那更换副总这么大的事情，是不是要经过董事会啊？哎，不用，我是公司老板，我一个电话就行。喂，马上罢免霍青青的副总职务，收回股权。从今以后，他不再是集团公司的总裁。宋总，这么大事，需不需要请示董事会啊？请示什么？我是公司老板，我的决定就是决定，立刻执行。是。什么？宋野要把我罢免了？不是，不就是怀疑他老婆背了假包吗？他至于吗？这个宋总啊，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，竟然这样。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？他之前不是特别喜欢你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几个月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总是对我爱答不理的，而且突然对苏清然示好。那是不是因为之前你拒绝他次数太多了？这男人呀，要掉，你总是把他往外推，他没有自信了，也就放弃了。可
可是他之前也没有这样过，难不成真的是我之前给他甩脸子的事儿？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我总不能丢了我副总的位置啊！那就得看你的本事了。我的本事你是知道的，我向来不会让人失望。好，据说宋总今天在花月酒店约见了一位非常重要的客户，他准备把这个项目交给苏清然手里，让苏清然尽快拿下他，以此作为成绩，让他荣升为副总。我知道了，我要做的就是抢在苏清然前面把单子拿下，这样所有的功劳就都归我了。没问题，我都已经打点好了，只要你拿下这个单子，副总的位置就是你的。行了，我知道你心思，不过我还是更想通过自己的实力。我当然知道你的实力了，只是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帮你一点嘛。是不是老宋打的？哎，宋总，哎呀，你放心，咱们两家的合作那都是板上钉钉。什么？你老婆今晚要来签合同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放心好，我肯定照顾好。哎呀，没想到老宋现在这么在意他老婆，这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宋总不是跟他老婆关系不好吗？他不是一直在追求他们公司那个副总叫霍青青？嗨，那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。现在他可是咱们圈子里出了名的宠妻，而且呀，最关键的是，那个霍青青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，就是图老宋那点钱。是吗？那宋总还对他这么好？这人呐，总有上头的时候吧。不过最近呐，老宋好像不理他了，应该是清醒了。那这女人啊，可要不得。这样的女人留在身边，那不是等着败家吗？小姐，里边请。哎，宋总夫人，欢迎欢迎。王总、张总，你们好。怎么是你？你是？张总你好，我是霍青青。你来做什么？听说二位和宋氏集团谈合作，所以我特意前来和二位对接。但是我好像听说你们公司负责对接的人并不是你。这么大的项目，当然要好好重视啊。我身为宋氏集团的副总，由我来和二位对接是正合适不过的。其他人我都不放心。喂，老王，什么事这么急？你那个小情人霍青青私自跑到我们饭局上了。你不是说今天对接的是你老婆吗？真是明抢啊！什么？这就是那传说中的霍青青啊！宋总不是让他老婆来对接吗？怎么又变成这霍青青了？谁知道呢？这不请自来啊，估计啊是来抢功劳的啊！那他也太有心机了。混咱们这个圈子的，这种还见得少吗？估计啊是看老宋和他老婆和好了，怕以后捞不着钱急了，着急来表现。哎，各位老总，为了表达诚意，我特意给二位准备了礼物，亲自给你们送来。心意我们领了，至于这礼啊，我们就不收了。啊，对。哎，二位不用介意。这纯属个人行为，不代表公司，这是纯手工定制的，非常 fashion， 希望各位能够喜欢。既然是公司的合作，那我们公司的利益放在首位，至于个人情感，往后放一放。好，那我们就来谈合作。我们公司对于这次项目的方案，想必二位已经很了解了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签订
这个方案我们已经有所了解，但是你们公司负责对接的并不是你，所以我们还是再等等。哎呦，王总，公司是大家的，谁来对接不都一样吗？你说是吧？霍小姐，我们今天是来谈生意的，你要是没有什么正事的话，还是请你先出去吧。哎呀，张总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霍小姐，你要是不走，那我们走。哎呀，王总，如果您对于合同方案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全力配合您进行修改。您作为甲方的老总，也是公司的老板，我跟您直接对接，这也是最高效、最快捷的呀。霍小姐，今天这个是公司的商务饭局，不欢迎负责人以外的外人，所以还是请你出去吧。请。王总，我怎么能算是外人呢？你的心意我收下了，还请你出去好吗？王总，我现在好歹也是宋氏集团的副总。青然，哎呦，你可算来了！青然，太好了，就等你了。张总、王总，哎呦，就怕你不来，我和老张心里啊，那是七上八下呀。那怎么会啊？咱们3家合作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，就算冲着张总和王总的面子，我苏清然肯定也会来的。快请！来，清然坐主位。我挨着清然坐。霍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霍青青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既然都是来谈公司合作的，怎么你能来，我不能来啊？那个清然呐，你别太介意，我已经给老宋打过电话，他说会亲自过来处理。没事儿，他既然都来了，想坐就坐这儿吧，咱们谈咱们的。哎呦，清然说的对，来，我们具体谈合作吧。哎，没错，清然呐，关于这个项目，我和老张有一些个人的想法和建议，你看看能不能给融到方案里。好，我看看。王总，您怕不是忘了是我先来的吧？要对接项目，是不是应该先和我对接？霍小姐，这谈生意又不是排队买东西，我们认准的是人，谁先来不重要，谁先来不重要。就算这样，我是集团副总，他苏清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员工，论级别也是我有资格和你们谈，他配吗？项目本身就是由专员负责的，职务好像并不是关键吧？哎，奇了怪了，按理说我们是甲方，我不管你是副总还是集团总裁，一切需求是不是应该听我们客户的？没错，霍小姐，我们是客户，这次的合作我们说了算。之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请你出去好吗？你怎么回事？张总和王总怎么明显对苏清然更好？他们之前见过？张总、王总，苏清然只是个小小的员工，决策能力肯定没有我这个副总大。你们如果想要这个项目顺利的进行，我奉劝你们还是继续和我谈。霍小姐，你倒是提醒我了。老张啊，这次的合作是清然负责的，为了促成合作，利润我愿意让出更多，你可别在后面给我使小动作。哎，瞧把你能耐！瞧把你能耐！为了清然，我愿意让出更多，你可别眼红心热啊！王总、张总，你们把个人情感置于项目之上，这样做是不是不合适啊？你有完没完？我忍你很久了，从一开始你就一直在插话。我不管你是副总还是高管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出去，不然我让保安把你扔出去。霍青青，你就放心吧，这次项目我肯定会顺利拿下，不用你操心。苏清然，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，你等着，这事没完。霍青青，
你怎么在这？阿野，老宋，你终于来了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阿野，我只是担心公司的项目，所以跟了过来。没想到张总和王总误会了我，一直要把我赶出去。明明是自己想抢购，可还却要伪装成受害者。看来这女人的段位啊，确实不低。怪不得老宋过去总中招，不知道他今天是什么态度。宋总，事情可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你可别听他乱说。张总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知道前因后果。老婆，你没事吧？能有什么事？跟张总和王总聊得挺开心的。好，有我在，没有人能抢你的项目。张总、王总，你们继续聊，我处理一下公司的事。哎，好好好，你跟我出来。清然，这老宋单独让霍小姐跟他出去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老公在这件事情上一直很有分寸的，我相信他。娶媳妇儿就得娶你这样的。我家那位要是有你一半的贤惠，我就烧高香了。我们看看合同吧。霍青青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阿爷，我只是觉得公司这个项目很重要，我不想把它搞砸了，所以才跟过来的。既然你知道会被搞砸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擅自来？你是在怪我吗？哼，霍青青，少给我来这套！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。我告诉你，我不可能让你再待在副总的位置上，要么你自己走，要么你等着被罢免，自己选。宋爷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宋爷，你非要这么绝情吗？好，我承认，之前都是我做错了，我没有考虑你的感受，忽略了你对我的付出。可我现在意识到了，我不会再这样了。你可不可以救我不救啊？既然你意识到是自己的问题，那就离我还有我的公司远点。这些年你从我身上得到了不少好处，拿着钱带着你女儿走。宋爷，你真的要把我赶走吗？这么多年我在公司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为你鞍前马后这么多年，是你说罢免就能罢免的吗？霍青青，为公司做过贡献的人有很多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霍青青，为公司做过贡献的人有很多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。合作愉快。哦，那我们下次见。毕竟我们关系不一样嘛，你追我那么多年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的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阿野，你追我那么多年，甚至连命都可以不要，现在说什么没有关系，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霍青青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离我远点。现在咱们就是最普通的陌生人，你别想从我这再得到什么好处。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啊？唯一的好处不就是你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老婆，你们在干什么？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跟张总、王总聊完了？项目推进的很顺利，刚才他们刚把我送出来，我就刚好在这碰到你们了。坏了，看清然这反应，该不会是误会我还喜欢霍青青吧？这个坏女人还真是居心叵测。阿野，我们刚才说好的事就这么定了。我们刚才说好什么了？清然啊，我们刚才在说公司高层的事情，你只是一个小职员，可能还接触不到这些。哦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！清然，你别听他胡说，
听我跟你解释。欣然，你别听他胡说，听我跟你解释。没事的，你们接着聊，我先回公司把刚才落实的项目处理一下。老婆，老婆！阿野！霍青青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阿野，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霍青青，我警告你，你少在我面前装的这个委屈巴巴的样子。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很清楚。你心里想打什么算盘，我心里也很清楚。你以后如果再来烦我，或者打乱我的家庭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你以为他真的爱你吗？你什么意思？要是他真的在意你，怎么会不听你的解释转身就走？他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不在意你，连你的解释都懒得听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也是我们夫妻之间的事情，跟你一个外人有什么关系？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可能因为你背叛他。我劝你死了这份心。素颜，素颜，你会后悔的。素颜，你以为我霍青青是什么样的人呢？是你说追就追，说甩就甩。你不让我好过，你也休想顺风顺水。老娘有的是时间，陪你慢慢玩。霍青青虽然烦人，但她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毕竟之前我因为她的事给亲人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，不行，我不能让她真的误会，我要给她解释清楚。老婆，有什么事回家再说吧，我还有工作要忙。你这么心神不宁，怎么工作？你听我跟你解释。不用，我又不是第一天认识霍青青了，她是什么人，你跟她之间是什么关系，我心里都清楚。不，老婆，你还是误会我了，那都是我以前的事。我发誓，自从我醒来，我每天都活在悔恨当中，我只想尽全力弥补你。我跟霍青青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老婆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不相信我？我发誓，如果我现在对霍青青还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我就出门被车。老公，你别说了，我相信你。你相信我？比起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事，我更在意的是你。我？自从你那天醒来之后，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，对我、对女儿的态度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我能看出来，不过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生了这么大改变呢？老婆，既然你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有点让你难以置信，但是我发誓，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你是我老公，不管你说什么，我都相信你。其实我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是从10年前来的，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你，我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梦还是真实的。但是当我醒来，我看到你这么漂亮，这么温柔，这么贤惠，我就发现我这10年来吊死在霍青青这棵树上的行为实在是太愚蠢了。我想对你好，我想弥补你。老公，辛苦了。虽然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，不过我能感觉到你巨大的痛苦和悔恨。而且在这么些天的接触中，我能感觉到你确实就像变了一个人。现在的我很好，很幸福。你不怪我？我怎么会怪你呢？现在的你不就更能证明当初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吗？而且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？
你是我老公，你怎样对我都行。老婆，这里是在办公室啊，聊这个不太好吧？死鬼，你想什么呢？老婆，你不生我气真的是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你会因为霍青青的出现再次误会我呢。在你眼里我就那么爱吃醋啊？不过你确实提醒我了，你毕竟是集团总裁，身边呢肯定有不少女人。我虽然嫁给你了，不过肯定有不少竞争者，我确实得小心点。不管别人怎么样，这辈子我只爱你一个，只对你好。傻瓜，我心里都知道。不过霍青青确实是一个心机很深的女人，很难对付。我估计现在肯定正在处心积虑制造误会，八成是想挑拨我们的关系，她好上任。这你都识破了？当然，女人更了解女人，都是千年的狐狸精，玩什么聊斋？不过老公你放心，只要你的心在我这儿，我永远都不会被别人抢走。老婆你放心，我这辈子只有，也会只爱你一个女人。好。老公，这在办公室不好吧？那儿还有监控呢。我知道哪里没有监控。在哪儿？走。虽然霍青青这女人实在烦人，可她闹这么一通，却莫名其妙加深了我和青然的夫妻感情。这么一想，我还得感谢她。老公，想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没事儿。从前青然虽然主动，可都被我给拒绝了。我真是这么漂亮又会来事的老婆，从前怎么忍得住的呢？老公，我们再要一个孩子吧。啊？为什么？就是突然想，再多一个孩子跟念念作伴多好啊。就是突然想，再多一个孩子跟念念作伴多好啊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，那我必须要满足你。好。等所有事情都处理结束，我们就关起门来造小孩儿。老公，那你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都行，只要是你生的，我都喜欢。老公，你还来？我快不行了。老婆，你放心，霍青青的事我会处理好，我一定不会让她再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相信你。霍青青，既然你怎么甩都甩不掉，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喂，老王，怎么了？老宋啊，你赶紧派人来趟会议室吧，项目出了点意外，10万火急呀！老公，怎么了？上次跟张总、王总谈的那个项目出了点问题，得赶紧去开会。老公，你先别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这个项目是我负责跟进的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负责到底的。老宋、青然，你们可算来了。王总，出什么事了？项目之前咱们不是聊得好好的吗？本来是好好的顺利进行着，可是突然出了点变故。这个位置
是咱们这个项目的中心位置，也是建造我们这个项目标志性建筑的最理想位置。当然，也标志着我们整个项目能否顺利推进呢？我和王总的看法一致，能否拿下这块地皮是项目成功的关键。那现在的问题是，当初这家地皮的主人答应把地皮卖给我们，可是没想到现在突然反悔，又不卖了。突然反悔，没说原因吗？这么蹊跷？我想起来了，什么？老公，你先别着急，这块地皮的房主在立项之前我去调查过，是一家钉子户，很麻烦。青然说的没错，当初这家房主的态度就很坚决，不卖。这么豪横，这家人什么来头？房主原本是一对老夫妻，就在前不久突然出车祸去世，名下的房产自然归他们的女儿丽丽所有，但是她现在闭门谢客，谁都不见，我估计是没心情处理这件事。所以你的意思是因为这对老夫妻突然车祸，所以他们的女儿不认账吗？不是，这件事情是在立项之前我去调查的。刚才我是想说，会不会是霍青青捣的鬼？因为能接触到这个项目且在公司的人，就只有他。可是他这么做又图什么？是因为他怕副总的位置被罢免，如果他再做不出点政绩，就连董事会也保不住他。他这是想跟我们鱼死网破。果然跟我预想的一样，丽丽突然决定把房主不卖给宋氏集团了，那么苏清然的项目合同不就黄了？可这损害的是整个集团的利益，你我都会受到影响。你这么做根本就是杀敌10000，自损8000呐！你傻呀！先派人去动摇丽丽的心思，然后我呢，再代表宋氏集团去跟他谈合作。到时候他再松口，这个项目的功劳不就落在我头上了？我说句实话，青青，我认为你真的没有必要在这上面花费这么大心思。你说宋野要罢免你的副总职位，他这就属于解聘。以你现在的年薪，光赔偿也要赔你好多啊！你完全可以拿着这些钱，带着你的女儿远走高飞。你想过什么样的日子过不上？你为什么非要待在宋氏呢？你懂什么？宋野本来就是我的舔狗，那个苏清然什么都不懂，他凭什么轻易的取代了？我就是要让宋野知道，我霍青青不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废物。我就是要让宋野知道，我霍青青不是他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废物。我不管，哼！今天我就要借此机会，全方位的展示我的能力。我要让宋野知道，他选择苏清然是多么愚蠢的决定。我要让他后悔。总之，我要当着苏清然的面拿下丽丽。老公，今天我约了丽丽姐来公司面谈，你放心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负责到底的。老婆辛苦了。不过我觉得霍晶晶费这么大劲来搅和项目，应该不只是针对你这么简单。他想要的，应该是算计整个宋氏集团。那我们就不能给他这次机会。放心吧，我自有打算。只要我老婆相信我，我就永远不会输。霍青青，不管你打了什么鬼主意，我宋野都绝不可能让你奸计得逞。这是宋氏集团吗？丽丽姐，您来了。老公，这位就是那块地皮的主人，丽丽姐。你好，我是宋氏集团的总裁宋野。我们真的非常希望能够与您合作。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可以随时和我老婆联系。她是这次项目的负责人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
宋野跟苏欣然分开了，一切按计划进行。丽丽姐，您坐。丽丽姐，我们都想知道您改口的真实原因，需要帮助尽管跟我们提。他能有什么困难呀？就算是说，也是跟我，你算什么？霍青青，果然是你捣的鬼。我捣什么鬼了？这项目我才是负责人。你负责的项目，我就不能参与了？就算你告到董事会去，也是你没有能力，留不住客户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你们今天叫我来，就是看你们公司内斗的？不是，丽丽姐，我今天呢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谈。别的我都不在乎，我只关心你之前说的可以给我更高的价格，是真的吗？当然，丽丽姐，我是我们公司的副总裁，她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员工，这方面我有决策权。霍青青，你是在滥用职权。丽丽姐，不要听她胡说，她没有这样的权限。哎呀，丽丽姐，她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员工罢了，您千万不要跟她介意啊。既然你们是一个公司的，为什么在我这个问题上会有这么大的分歧？那是因为丽丽姐，这不关您的事吧？咱们继续谈项目合同。介于你们出尔反尔，我现在不想跟你们任何人谈，叫你们总裁来，我跟他聊。您要见总裁？当然，怎么不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现在给您安排。为什么丽丽会突然提出要见宋妍？之前决定的事，她说改口就改口，现在又要见宋妍，她和霍青青之间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亲人，你们找我。阿野，丽丽姐点名要跟你喝2杯。跟我？你们先聊吧，我先出去了。老婆，宋总，客户还在这里呢。行了，丽丽小姐，那我们长话短说。不急，我们到你办公室慢慢谈。请。丽丽姐，你们先坐，我给你们倒酒。我们在谈正事，酒就不喝了。宋爷，陪客户谈生意怎么能不喝酒呢？宋爷，宋爷，丽丽姐，今天辛苦了，我答应你给地皮加价的，1分钱都不会少的转给你。好，那我就等着你的钱到账了。宋爷有情况，来办公室。宋爷啊，你不是挺得意的吗？还不是落在我的手上了。你这个酒量不是挺好的吗？就几杯酒啊，就喝成这样，就这，你还当总裁？你要干什么？你别碰我！我告诉你，除了我老婆，谁也别想脱我衣服。阿野，
我就是你老婆呀，老公，你别着急嘛，你想要我就满足你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宋爷，你之前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吗？我今天给你这个机会呀，你来呀！霍青青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警告你，咱俩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休想以此来污蔑我的清白。什么都没发生，我这样，你这样，桌上还有你喝剩下的酒，你说什么都没发生，谁信啊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要你像从前那样，只对我好。这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之前是我对你爱答不理，但这一次不会了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对你有所回应。霍青青，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心里没点数吗？你非要装出这个样子，你给谁看？是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自己清楚。可我不就是一个肚子带着女儿长大的可怜女人吗？我不像你老婆宋茜那么好运，嫁给了你，还给你生了孩子，你那么有钱，可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。可我呢，知道我一个人带她长大我有多难，我只是想要她过上好日子，我有什么错？你没错，你想要独自抚养女儿，你想让她过上好日子，这些都没问题。但你想你去挣啊，你靠劳动，你靠自己的双手都行。但你没完没了，你纠缠我干什么？可之前只有你对我好，我把你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可现在我不会这样了，我会对你有回应。我想和你重新开始，好吗？霍青青，我警告你，我现在有家庭，我有老婆，我这辈子只会爱我老婆一个。如果有谁想要破坏我跟我老婆之间的感情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是没有机会了。你才明白吗？行，不跟我好也行。给我1个亿，我马上走。多少？1个亿？足够我和我女儿生活的钱。钱到账，我立马走。我上哪儿给你找那么多钱？而且就算有，我凭什么给你啊？你不给我，就我们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觉得苏清然看到会怎么想？你什么意思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还喝了酒，你觉得我什么意思啊？霍青青，你心里清楚的很，我们之间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休想以此来污蔑我。你这些话，在我们现在这个状态面前，真的显得很苍白无力。你说，苏清然听到这些，他会相信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真以为我什么都没有，就敢过来跟你谈判？给我钱，不然我就把这个照片发给苏清然，后果你自己考虑。霍青青，你卑鄙！你是第一天才认识我吗？你刚才都说了，我是什么人，你我心里都清楚。宋野，我向来不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你今天要么给我钱，要么我就把照片发给苏清然。你知不知道1个亿有多少？我上哪儿给你找那么多钱？我不管，你要么贷款，要么去借，或者你先给我一半，剩下的打欠条，我都行。看来你要铁了心跟我来这套。得不到你的人，我就拿钱。我这个条件很公平吧，宋野？行，我给你写支票，你自己去银行取。宋野，算你识相。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，你辛辛苦苦追到的老婆可就跑了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秋然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虽然他喝了酒，就突然就对我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老公，你没事吧？老婆，你别误会啊，我跟他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，一切都是他算计陷害。老公，你不用解释，我相信你。霍青青，你真以为我那么傻，会上你的当？再次觉得我老公背叛了我？你都知道了？当然，你是什么人，我心里也很清楚。你设计陷害我老公，试图敲诈勒索他钱财，光凭我手里的证据，就够你进去待好几年了吧？你怎么可能这么想？他之前那么对你，你居然敢相信他？闭嘴！不管我老公怎么对我，我都会对他不离不弃。过去，宋野对你确实不一般，可他现在早就不一样了。现在的他跟过去根本就不是一个人。霍青青，真正活在过去不肯出来的人是你，想方设法破坏我们家庭的人也是你。老婆，你真这么想？傻瓜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你是我老公，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支持你，我也愿意无条件的相信你。倒是你，敢陷害我老公，你找死！我已经报警了，相信很快你就会被法律审判。你早就知道我要干什么，你只是一直装作不知道而已。终于想明白了，霍小姐。苏清然，你一直委曲求全，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在我面前演戏，就是为了最后拆穿我。恭喜你，答对了。苏清然，他们都说你是小白兔，在我看来，你是最恶毒、最卑鄙的。这都是你逼我的，霍青青，你千方百计地破坏我的家庭，踩着我老公上位，在他的公司作威作福，利用他的感情欺骗他，你的所作所为就应该遭到应有的报应。不是这样的。还有我女儿，也差点被你和你女儿算计的前途尽毁。你说我到底该不该恨你，该不该把你送进去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值得你这么祸害我和我的家人？你要这么祸害我和我的家人？你怎么不是这样的，就算我有责任，那他宋野就是绝对干净的吗？他要是对我没有那点心思，那他之前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闭嘴！敢招惹我老公，你找死！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进去了，也不会舒服。在里面有人替我照顾你。我错了，宋野，你救救我吧！我还有我女儿，我不能去坐牢啊！霍青青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你坏事做尽的时候，就该知道有这样的结果。老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报警吧。不能报警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不能报警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你们两个原谅我，我带着我的女儿永远消失在你们面前，好不好？霍青青，我从来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人。我说过，你对我们家庭造成的伤害，我要让你100倍奉还。就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再也不出现在你们面前，我保证。你保证？你保证有个屁用！竟然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破坏你的家，不该伤害你和你的女儿。你帮我求求宋野，他现在是听你的，我求求你了。老公，老婆，我知道你心软，但是对敌人的心软，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不是的，老公，你误会了。我是想说，像霍青青这么坏的一个女人，根本不值得人同情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苏欣然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比起你对我做过的事情，都不及万分之一。霍青青，我和我老婆都给你无数次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，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把我们的尊严放在地上踩。好，
就算我之前做的不对，我都认。宋爷，但是毕竟我们两个之间的那些感情呢？我们两个，我们之间有什么感情？你之前不能闭嘴！霍青青，你再敢说伤害我跟我老婆关系的话，就不只是进去这么简单了。我不敢，我只是说，只要你们这次放过我，以后让我做什么事情我都愿意。宋爷，竟然我还有个女儿啊，她要考大学，如果我进监狱了，那她该怎么办呢？说起女儿，霍青青，我还真的有点好奇，娇娇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是，老公。你之前不是一直说霍青青一个人带着女儿讨生活不容易？难道她的亲生父亲去世了？去世倒不至于，不过也被霍青青骗得差不多了。什么？霍青青，是我替你说，还是你自己亲口承认？你怎么会知道？从我醒悟的时候我就调查过了，娇娇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？霍青青，你还真是心狠。像你这样的毒妇，你嘴里有一句实话吗？我们能信你吗？你胡说！你胡说！老婆，霍青青当时看中娇娇的亲生父亲有钱，就跑去勾引他，给他当情人。后来怀了孕，结果那男人不想给他名分，就给了他一笔钱。这笔钱足够他们生活，可是霍青青不满足，他还带着娇娇回国来纠缠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想方设法的让那个男的倾家荡产。你说像这种人，我们能信他吗？老公，幸亏你醒悟的及时，不然咱们全家都要遭殃了。一切都尘埃落定了。霍青青，你就是个毒瘤，像你这样的人必须受到审判。来人！宋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宋爷，老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你真棒。老公，喝了这么多酒，肯定很难受吧？老公，说起来，我确实有点头晕。不过老婆，你就是我的解药。我说过，等一切都结束，我们就要个孩子。现在是时候了。